你们有没有在幕后花絮里面看过这样，还有这样的工作人员？你跟他穿的一样，但他看起来就是比你强。重点，他报价还能比你贵，凭什么？明明你们相机是用一样的，器材是用一样的，技术也是一样的，但是到了片场，他多给客户戴一个耳机，或是他自己脖子上多挂一个耳机，那个报价就蹭的往上涨。只因为它多了这个头戴式的耳机无线对讲系统，这个好难念，我们后面一律简称这个系统叫 Intercom 吧。片上大家都是这样子叫的。那我开始拍片已经快10年了。突然暴露年纪啊！反正我偶尔会用到 Intercom， 而在 Intercom 的世界里面 ，Hollyland 的 Solidcom 的系列几乎是垄断级别的存在。就是你出去租啊，或者是去别人的剧组，几乎就是看到这个品牌，没有对手。但我除了接广告班或是现场演出，再来就是婚礼的或是直播的活动记录之外，我大部分的案子都是3到4个人的小团队，就有点尴尬，因为这个东西租金它其实没有很便宜。如果我每一次都把它算进报价里面，会是一个负担，但买下来就有这种穷光蛋，又有点不太划算。所以这个能不能挣钱？能挣，买不起来。这个能不能挣钱？能挣，跪着。那这个再加上这个，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敢问大哥何方神圣 ？Hollyland Solidcom S1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价格只要 C1 的一半 ，C1 破的不知道几分之几，反正就。这个价格你还想要它怎么样？我只能说，只要你的拍摄稍微有一丁点规模，一丁点就好，一丁点就是2个人、3个人，不管你是拍婚礼、直播、活动记录、网络节目，或者是网红，我也看到很多的网红的团队也开始在用这个东西。甚至我近期拍短影音而已哦，拿 Pocky 3这样子在拍，我也照样把这个东西戴在头上，报价就可以蹭。有时候我会觉得，其实职业拍片是一个相当肤浅的世界，尤其是你很熟设备之后，你知道用裸机的 FX3 拍出来的东西，并不会比装了提笼啊、光斗啊、Vico 电池扩展、燕尾板、图传、福瑞斯脚架的人。拍出来的东西还要差的时候，因为你们机器就是一样的嘛，你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花钱装这些周边的东西呢？所以就算我告诉你，自从有了 S1，我可以把它给发妆师，然后远距离叫发妆师帮我调整演员的头发，不用特地一直跑来跑去，可以给副导远距离叫他跟演员沟通，说我想要演员怎么表演，不用我特地跑过去。给制片远距离让他问客户想要我怎么调整的画面，或者是在活动记录、婚礼录影，跟我的摄影伙伴远距离讨论说，你看新郎的牙缝卡在这，你在乎吗？你不在乎，有必要吗？根本没必要。但是客户在乎，客户必要。如果你都是单兵作战，或者你只是一个小跟班、一个正直的打工仔，沟通效率真的不值得你花这么多的钱。你沟通快又怎么样？钱还不是领一样。帅又怎么样？老板不满你也用不到啊。但如果你是接案的，尤其是要跟其他团队比外形好看，带着 Intercom， 不管是在工作照的侧拍，还是对客户提案时的形象建立与报价，都是实打实的提升。你完全应该好好考虑买一组，而且这一组买下去，并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有什么淘汰的问题，因为它就这样啊。它再进化还能怎么样？电池再强，讯号再稳，更不延迟，关我什么事？关我什么事啊？我就已经买了，买了就是买了。那这个一组基本上你是可以用一辈子的，一辈子好像有点长，但用个5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用得到就是100%的投资，高装检必备啊！花不少时间讲了很肤浅的议题，但我还是快速说一下 Solidcom 为什么能独占市场好了。主要是它将 Hub， 我们会叫那个东西叫工作站，它通常是这样子方形，像麦克风在用的那种大一台，我们会把它架设在某个地方，可能是导播台啊。然后去调频啊、改音量啊，做一些很复杂的操作。但是在 Hollyland， 它把这个东西做进你的主机里面，就是它其中一副耳机。只要你使用的时候，都先把主机优先拿起来，然后在主机保持开机的情况下，所有的子机就可以把它当成工作站正常的通话。这个设计彻底让对讲机系统变成一个只要用一箱子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你带1箱耳机出去就能上班了。在当时是掀起了行业革命的，传统的对讲机直接在片场消失，相当恐怖。我记得才经过5、6年吧，那时候大家都还是用对讲机，结果有一天大家突然改用这个。最扯的是，它现在做到自动配频、出厂绑定。出厂绑定是什么意思啊？所有的 Intercom 送到你家，你把它充饱电之后，你可以直接带出去工作了。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学，学习成本为零。你打开来，它们就是配好的。
它有一个叫 PPT 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改成按一下这个按钮保持通话，或是按一下这个就不通话。你不用记得，你用得到再学就好。那一般情况下，除了开关机以外，耳机上面的加减符号是控制你听到的音量大小，然后用法是折下麦克风变成绿灯是通话，收起麦克风变成红灯是不通话。就这样，就这样。就没有了，你什么都不用学，你的助理也不用学，你的客户都不用学，超级简单。聊一下这组 Intercom 跟目前销量最好的 C1 Pro 有什么差别好了。先稍微带一下 C1，就是它中间价的那个产品，但是我觉得 C1 其实你可以不用看，因为这是最早期的产品，就是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我们只能买这个。它的降噪技术是比较落后一点点的，是 AEC 声学回声消除，在它的耳机就是平面式的，就是谁戴谁头痛，物理上的头痛。那个平面式的耳罩夹了2个小时，你真的会开始怀疑耳朵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戴着真的是很不舒服，也没有很便宜，所以我相当不推荐。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 S1 跟 C1 Pro 这2款最热销的。S1 最棒的地方就是除了它最甜的价格，还有采用的降噪技术，也是跟 C1 Pro 是同款的 ENC 环境噪音消除。ENC 不是浮夸的 AI 降噪，而是真正在建立双麦克风收音讯号叠加，还有方向计算的基础上，在吵杂的环境中，仍然可以让主要说话者清晰地传达内容。这对户外活动、婚礼现场之类很吵的地方来说，相当的重要。耳罩也是 C1 Pro 相似形态的中空包覆式结构，戴起来就是耳廓比较不会被挤压，等于你只要不到 C1 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C1 Pro 的使用体验，非常的棒。其他重量啊、降噪啊、采样功能、电池续航、传输距离、讯号传输的稳定度几乎一样，就是几乎一样。频率响应，2台都是150赫兹到7K 赫兹。失真小于1%，麦克风是柱极体，都是柱极体。我知道你听不懂，但反正就是对于人声来说，这是一个刚好切中、清晰区段，不容易发生爆音，也不容易有含糊的电话感。那传输距离2台都是1100 FT， 也就是350公尺。传输讯号2台都是 1.9 赫兹 ，S1 有一个国际版是 2.4 赫兹，2.4 赫兹这个频段是比较多无线设备在用的，但不管哪个版本都还算稳定。稍微有点差异的是 C1 Pro 含电池重量是170克 ，S1 含电池重量是185克。续航方面 ，C1 Pro 的主机是6小时，子机是10小时 ；S1 的主机是6小时，子机是9小时。越来越像在绕口令了。然后你按暂停看刚刚的字幕，会发现我根本就讲的差不多。我觉得你应该快听不下去了，你剩下的资讯应该可以自己去爬官网了。来说冰岛，那这样子谁还要买 C1 Pro 啊？我知道没有人问我，但是问得好。主要是 C1 Pro 可以额外买一个主站啊，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 Hub。有了这个 Hub， 你就可以连接 XLR 的讯号源，也可以将通话分成2组，就是在同时使用同一个主站的时候，却让2个不同的团队互相对话。然后也可以使用 UAC， 就是透过网络云端连线去进行通话。我知道你又听不懂了，所以没关系，用得到的人自己再去研究就好。延迟与距离的实际感受，我并不能保证它跟 C1 Pro 一样专业，但是我自己在使用 C1 Pro 跟 S1 2组我都用过的情况下，我发现它们并不让我感觉到它们有明显的差异。而且我上次带 S1， 我是在3楼吧，然后我的伙伴跑去1楼接客户，我居然还是有办法跟他通话，就是真的很神奇。但这只是我的经验，这个结果会因为环境讯号干扰的变化、附近无线电讯号的强度、人口密集的程度等而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你参考就好。我们常说选设备够用就好，但 Solycon S1 并不是够用，它是在不牺牲原本体验的情况下，给你所有该有的功能，还给你更好的价格。你不用为了它改变你的工作流程，只要让 Solycon S1 进入团队，每个人都会自然将它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大概这样子。希望有让你稍微认识一个很酷的器材。如果你正在经营自媒体的初期，你应该是用不到，但谁知道呢？搞不好在不久的将来，你就会开始带团队接案子。那时候，如果你没有预算上到 C1 Pro， 或者是你用不到 C1 Pro 的功能，那 Solycon S1性价比真的是高到不行。自从有了 Intercom， 我报价的时候都自信很多，考试都考100分啊，因为人无我有啊。明明不算太贵的东西，但是你有了这套设备，就是可以让你们团队看起来厉害、专业非常的多。如果有成功让你买到心仪又物超所值的器材，拜托你们帮我按赞留言，你们的每个小互动都对演算法很有帮助。那如果你还想看 Holy Land 的什么东西开箱评测的话，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去帮你们
争取把它拍出来。OK， 就这样，我是詹斌，便条来了，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